我叫苏文，今日奉旨入宫。这书生来比武招亲干嘛？公主殿下驾到！仙女啊！新瑶，这些都是来自各省的武状元。武状元，若不是北戎王子10万铁骑南下逼婚，相夫也不至于出此下策。相夫切莫自责。自从父皇病危卧床，相夫一直把新瑶当女儿一般照看。今日招亲规则改了，只有碰到本宫腰间铃铛之人，方可成为父母。这不妥吧？相夫，那北戎王子武道已达宗师，倘若他们连我都对付不了，那他日怎么抵抗北戎呢？都上来吧。别推我！我不是来比武的。你不要过来啊！我投降！别打我！没想到大前的最强武力竟这般不肯。小心！对不起。你叫什么？武道极品？在下不曾习武，乃荆轲文状元苏文。文状元来凑什么热闹？来人，把他赶走！把他带进宫。新瑶，他是一个不会武功的书生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既然他碰到了铃铛，那他便是驸马。公主三思，苏某进宫是来就职书郎一职。当驸马不比当书郎好。来人，带他入宫，今晚洞房。把他杀了，驸马只能是本乡的人。母后，孩儿要出家了，你在天之灵也可以安息了。乔将军，卑职定会辅助新瑶找到剑仙，抵御北戎。不好了，公主！宫中突然冒出一伙杀手，正奔向寝宫。驸马，用不着今晚洞房吧？春宵一刻值千金，驸马爷，你就别让公主等你。你们别过来，再过来我可还手了。哈哈，这书生居然说还手？怎么还手？难不成你是想用毛笔杀人？谁说毛笔杀不了人？你这书生找死！这人实力至少在宗师之上。我让你们走了吗？高人，给个机会，有话好好说。机会刚刚给过你们了。哎呦，哎呀！恩公，要不是你当年救我一命，剑仙早就消失于世上。恩公替大前镇守边关10余载，到头来却遭奸臣出卖，被迫孤身守城。进了草书阁，就能找到出卖乔将军的细作是谁。苏文，你没事吧？吓死苏某了！谁让你乱跑的？万一出事怎么办？以后在宫里，你必须寸步不离跟着本宫。
武道大宗师的剑气。你们都退下吧。公主殿下，你要干嘛？脱衣服吧。公主平日玩的这么花，罢了，与恩公大仇相比，这点牺牲算不了什么。你这是何意？洞房不是要脱衣服吗？你一个文弱书生也配跟我洞房？在下虽然不曾去过青楼，但也知道桌上的道具都是洞房时用的。这些是我编在你习武用的，不是用来洞房。为何大钱的男人都这般无用？难道只有剑仙那样的英雄才称得上男人？剑仙不但是第一个踏入陆地神仙境的强者，还英姿魁梧。原来公主如此仰慕剑仙，可剑仙并非公主想象这般魁梧。住嘴！不许你诋毁剑仙！剑仙可是能一剑抗衡10万北戎铁骑，你这书生根本不配对他评头论足。公主你还小，我不怪你。等你哪天发现误会了在下，定会后悔近日所言。你想和本宫洞房也不是不行，只要你能斩获一只军宫耳朵，那本宫就跟你洞一次房。果真？果真？所以你还不赶紧习武？习武，公主，在下自幼没有习武天赋，不行啊！男人不能说不行，赶紧开始！天哪，新婚姻就那么刺激，驸马爷真是不好当呀。上次被梅侍卫坏了计划，那苏文命还真大。既然硬的不行，那就来软的。软不香发作后，就让世子把生米煮成熟饭吧。是。软骨香。公主，我来喽。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今晚过后，我就是你的相公了。你不要过来啊！哪来的不要命的东西，竟敢坏本世子的好事！剑气化形，莫非你是？你是剑？你是何人？我的嘴！好可怕的剑气！即刻封锁整个寝宫，不得任何人出入。公主，你没事吧？刚刚有高手出现在宫中，务必要找到。回公主，卑职来时已封锁寝宫，并没有发现其他人。哼，肯定不是他。和上回一样的剑气，莫非潜伏在宫中的高手就是苏文？来人！公主，
在下真的没天赋习武，所以我特意让张统领来教你，他可是大前最出名的教头。参见公主。这位是苏文，他不曾习武，你可看着点他。是。哼，仗就是我们这些武将打，妞就是你们这些文人睡。你先打我一拳，让我看看你的气力。习武，我待会儿就废你筋骨，看你怎么习武。原来是金刚技，只要功力在对方之上，就能反弹10倍力量。你这一拳一定要用全力，不然我测不出你的底子。那在下可用力喽。什么？你真的不曾习武？在下真的不曾习武，手无缚鸡之力啊。张统领，我让你看着点，没让你让着他。你何时学会宫中内讨，开始变着法讨好驸马了？回禀公主，属下只是救急犯了，才出了差池。剑气是衡量武道的唯一标准，普通人的剑气能有1步，武道到达5者便能10步，30步便是宗师水平，50步就是大宗师。既然晃动了50步外的灯火，看来张统领已经摸到了大宗师的境界。宫中有张统领守护，无人敢犯。宫中都进了贼，还无人敢犯。若是安剑之下还能安然无事，我看你还怎么说自己不习武？给你搬近一些，赶紧开始吧。我这把佩剑比较轻，你用它吧。不是了，1步前的灯火都灭不了。让剑气飞一会儿。不对，这剑气至少是半步陆地神仙。罢了，看来你是半点习武天赋都没有。公主英明。公主，你别指望这个文弱书生了，他根本保护不了你。哪天那北戎囚徒真的来逼婚，我弄死他！不好了，公主，北戎囚徒来了！囚徒，你擅闯大前宫，也未免太放肆了。本王要是不来，连老婆被人抢了都不知道。皇榜未经本宫允许，是何人放的榜？公主选了驸马，理应昭告天下。妈了个巴子，哪个不要命的，竟敢跟本王抢女人？就是这位金科文状元苏文。我没听错吧？选个书生当驸马？公主，你别忘了，等你们的皇帝老儿死后，驸马可是要替你接管大钱的。本王可是有10万铁骑，你的书生更适合娶你。你这是在威胁本宫。为了不伤两国和气，老夫倒是有个提议，不如让驸马和北戎王子比武切磋，谁赢了，谁娶公主。好。赶紧打吧！相父，囚徒可是宗师境界，苏文怎么可能打得过他？信瑶，相父这是在帮你。只要北戎敢伤驸马，大钱就能名正言顺发兵拿下囚徒，跟本相作对，这下看你怎么死！在找出陷害恩公的细作之前，我绝不能打草惊蛇。什么？不敢上？不敢上，公主可就是我的了！这书生真是废物，被人指着鼻子笑都不敢还手。看来大钱还得靠我张凯来守护。你打不过他的，上去只会输。哼，你们文人只会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张统领出手了，这下稳了。
们大前的男人就这么不堪一击吗？看来只有我们北戎汉子才配得上公主。竟敢辱我大前，将士们，跟他拼了！难道真的没有人能打得过囚突了？梅姨，你怎么受伤了？公主，卑职找到潜伏在宫中的高手了，就是苏文。苏文，这怎么可能？在下不曾习武，怎么会是武道高手？你们大前真是一个能打的都没有，还有没有要上的？驸马，大前已无将守护公主了，你这都不上吗？驸马，你这都不上吗？既然比武没人上了，那公主就是我的了。来人，上聘礼。耳朵，两国尚未正式开战，你哪来的战士耳朵？谁说这是战士的？这是大前边关3000户贱民的耳朵！什么？那可是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，你们还有半点良心、半点仁义道德吗？仁义道德，那些都是弱者才遵守的道理。自古以来，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强者就是能为所欲为。今天就要杀了你个蛮主，为我大清百姓报仇！什么？囚徒王子的武道已经达到了大宗师，你们没人是他的对手。我赶紧缴械投降，乖乖做本王的娘子吧！就算我死了，也绝不像你个嗜杀成性的蛮夷！啊！你个疯婆子，赶紧松口！黄西瑶，你要是再不缴械投降，本王可会把你杀了！不行，只要身后还有大前子民，就不能降！身影为何有点似曾相识？那你就去死吧！这一击不死要残。公主，卑职当年没能护住你的娘亲乔将军。乔将军，今日卑职就算豁出性命，也要护你周全。梅姨，公主既然是恩公的女儿，从今往后，公主归我，大钱也归我，谁敢不降，就吃本王一锤！看来天要亡我大钱呐！没想到大钱数百年的基业竟毁于一旦，真是不巧。在下实在没有投降的习惯，不如北戎的铁锤也让在下领教领教。不如北戎的铁锤也让在下领教领教。我没听错吧？你这个书生是要跟本王打？正是。又是一个不知死活的家伙。苏文，你疯了吗？你打不过他的，赶紧下去！有人要抢我的娘子，我怎么不上？你个书生，细胳膊细腿的，拿得住兵器吗？兵器的话，暂借娘子的发簪一用。苏文，你别闹了，铁剑都未能伤他分毫，你居然想用簪子跟他打？娘子在此稍等，我去就回。哟，还挺会摆架势的。要不要本王先让你3招？对付你，一招足矣。扒了个巴子，给你脸了是吧？这剑气，难道这是？北戎蛮夷，看好了，这招叫做一剑双寒14招。
均用北戎100年气运来挡此一剑，看来北戎气数已尽，亡国之日近在眼前。是我看错了吗？刚刚苏文居然用了剑气！可恶！我刚才大意了，没用闪，就被你这花架子钻了空子。哦，既是如此，那我便让你3招如何？所有联手都打不过北戎的囚徒，这苏文竟然主动提出让3招，这也太狂妄了吧！刚才不是错觉，苏文一定是那人。来人，把我的刀抬上来！是，传说中饮血无数的狼牙刀。传闻此刀重达100阶，锋利无比，大前数十名猛将都命丧其下。他竟用这等凶器对付苏文。好久没砍杀你们大前的大将了，这把刀早已饥渴难耐。说好的让你3招，不必客气，请吧。你个书生，死到临头还装腔作势，看我一刀斩倒你！我就用金刚镜接你这刀，你力量越大，经脉断得越快。好险！你推开我干嘛？你站在原地干嘛？要不是我及时推开了你，你就真被砍成2段了。要不是你推开我，他筋脉就断了。还真把自己当武道高手。刚刚你只是歪打正着破了他的锤，现在他手上的狼牙刀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你赶紧下去。他那点3脚猫功夫，有必要这么怕吗？我一掌就能让他爬不起来。苏文，你不想活了是不是？非得硬扛这刀才甘心？你别拦着我出手啊！让他在我面前走过3招，传出去我这脸往哪搁？看来关键时刻还得靠我。这万一只顾着盯苏文，我趁机偷袭，一剑就能取他狗命。糟了，一旦狼牙刀失血后，就会进入狂暴。接下来的一刀将无人能挡，这里不是你能应付得了，赶紧躲一边！上百斤的狼牙刀，你居然单凭2根手指就接住了，这不可能！真不知道你们在磨叽什么，对付这种货色，居然让他走过3招。怎么会这样？狼牙刀就这么碎了？3招已让，接下来便为大前百姓讨个公道。我的耳朵！本王知道错了，饶本王一命！你不是知错了，而是怕了。没想到你们大前居然还有如此奇人，我们北戎此番真是失礼了。真美啊！看来北戎也不都是坏人。小女乃囚徒的王妃，特意前来替夫君赔礼。你夫君把这弄得乱糟糟的，怎么赔？怎么赔都行，只要苏大人想，小女陪睡都行。王妃这话可是当真？当真？你在想什么呢？你们北戎休想再耍什么阴谋诡计，赶紧滚出我们大前！一个小小大前公主，竟敢对北戎出言不敬！大前今天有高人在此，需请动北戎第一的黑煞才能应对，暂且撤退吧。没想到借北戎的刀都杀不了这苏文，命真大。一旦囚徒死于大前宫，北戎的10万铁骑必定提前南下。如今大前兵力空虚，根本无力抗衡，除非能有穆王出兵相助。老穆，这有何难？我让他来便是。他居然说让穆王过来，看他斯斯文文的，没想到脸皮这么厚。你个文人就别掺和打仗的事儿了。你知道穆王是谁吗？我当然知道，不就是老穆吗？他最近刚好在京城，我让他来便是。穆王可是一境之主，掌管20万府兵，是当年跟父皇一起打天下的大功臣。别说我了，连父皇圣旨都未必能调遣。你父皇不行，我行。放肆！我知道你今日帮大前解了围，我自会心存感激。
但这件事你真的帮不了，别再在百官面前闹笑话了。刚刚你只是歪打正着，靠运气险胜了那北戎囚突。北戎人的武功向来硬枪硬马、死板得很，越是不会武功的人，越容易破他们的招式。我就是吃了武道太高的亏，才被你捡了个现成。既然张统领觉得我是靠运气，不如我们在这儿比一比。你居然敢挑衅我！好，今日我便让你认清现实，把你打回原形。闹够了没？如今大敌当前，还有心思内斗，都给我回去养伤。用最好的寓意，一定要把梅姨救醒。苏某记得公主说过，只要苏某拿下一个战功耳朵，就……本宫向来言而有信，之前答应你的洞房之事，自会兑现。洞房，跟我来吧。你们都下去吧。开始吧。在浴缸里吗？这苏某还真没试过。玩的这么刺激吗？不过我不会鄙视你的爱好。那就好，可能待会儿会有些疼，你得忍着点。那点疼算什么？只要公主开心就好。哎，公主不下来吗？我下来干嘛？这药浴是专门为你准备的。啊，药浴？不是鸳鸯浴吗？说好的洞房呢？你刚刚硬接了囚徒几招，应该受了不少内伤，需要通过药浴补回来，不然会留有后疾。我啥事儿都没有啊，不用整什么药浴，直接洞房就可以了。你只是表面没事，实则五脏六腑出血了，这些只有习武之人才懂，跟你解释不了。我真没事啊，直接洞房吧。放心，我会兑现承诺的。但现在你先好好养伤。刚才那几招怎么伤到我？我可是剑仙，我是不会受伤的。你是什么仙都不好使，乖乖给我泡药浴。你们这些文人真是弱。你倒的是什么呀？你这么弱，我当然用的都是大补之药。大补？不行了，我现在浑身是劲，要是不发泄出来，就要走火入魔了。你要干嘛？自然是泻火。苏文，你冷静淡定点，我没说不跟你洞房。冷静？你到了梁统苗，现在让我怎么冷静？我现在火气很大。着火了！藏书阁！着火了！公主殿下，阁中文档全部烧毁了。什么？是装煤油的坛子。藏书阁素来只用蜡烛照明，严禁带入油灯或煤油，看来是有人蓄意放火。陷害恩公的细作居然开始销毁证据，莫非是我的身份暴露了？不过好在重要的文件已经转移内阁，烧毁的只是些旧书籍。内阁？怎么他们敢去哪儿呢？他们正赶去朝会呢。本宫并未传召，何来朝会？臣附议，恳请由丞相接管朝政。臣也附议，如今大前危局，急需一位老成识重的掌权者，丞相是不二人选。既然众望所归，那老臣就代替公主殿下暂掌大前朝政。秦相，你这是何意？辛瑶，相夫何尝愿意如此？可你尚且年幼，北戎10万铁骑压境，这等危局你处理不了。老臣暂代皇权，全是为了保住大前江山。相父，为保大前，老臣决定向波斯进贡，获得庇护。波斯乃西方强国，有他庇护，我们大前就不怕北戎了。臣附议。进贡？那大前岂不是成为附属国了？大前数千年基业，只有他国向我们称臣纳贡，何时轮到我们仰人鼻息？这是丧权辱国！你这般做，对得起列祖列宗，对得起天下百姓吗？哼，那不知公主有何良策能解大前之危？谁说公主没有良策？那就说出来给大家听听，公主要如何抵挡北戎的10万铁骑？简单，调遣穆王的20万府兵，北戎铁骑不足为惧。
哼，穆王，那岭南穆王手握重兵，性情桀骜，连老臣都要忌惮3分。你一个小小驸马，居然狂言能让他来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我何止能让他来，我还能让他交出兵符给公主。到时你们谁还敢弹劾公主，动摇国本，我第一个摘了他的官帽。好，要是明日大家见不到兵符，公主就乖乖交出玉玺，而你就是欺君之罪，当场问斩。好，兵符到了，你就要把内阁钥匙交出来，还给公主。哼，就再等1日，老臣倒要看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样。不必等明日，我现在就动。公主，您要的玉玺，臣带来了。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没必要搭条命进去跟丞相对赌。你放心，我真的认识穆王，还很熟呢。张统领，备车吧，希望用玉玺抵押，能换穆王出兵相助。是。立马掉头进攻！我要找我的好兄弟。是，王爷。我已经让他进宫了，你再等等，他马上就到了。苏文，你别闹了！我要是今天见不着穆王，你人头可是要落地了。张统领，启程吧。哎！苏兄，别来无恙啊！哎，你怎么才来啊？老穆，你这是干嘛？折煞我了！苏兄，当年穆家老小遭北戎围困，是你用玉佩请动了武林盟主王先知，击退了波斯刺客。这份再造之恩，穆青永世不敢忘。是兄弟就别提这些，你是大前住持，不能有事。数年未见，今日重逢，怎能不喝酒？喝酒？公主找不到穆王，应该会自己回来吧？行，那就小酌一碗，小酌一碗。大哥今天找我啥事儿？也没什么事，想问你要个兵符。兵符？小事儿，大哥要我就给。兵符不在身，明天我让人亲自送到你手里。谢了。我帮了你一个忙，你能不能也帮我一个？说，我那个宝贝女儿说非你不嫁，不如你就娶了吧。我把你当兄弟，你竟然想让我叫你爹？我女儿真的很不错，知书达理，面容清秀，你看看画册嘛。好像真的不错嘛。我都想好了，等你们成婚后，咱俩各论各，我管你叫哥，你管我叫爹。这穆王架子可真大呀，让公主等了一个通宵，竟连面都不露。辰时了，得先回宫了。辛苦张统领换到兵符后，立马送来。是。众卿不必担忧，穆王兵符已然到手，绝不让北戎铁骑踏入大前半步。是吗？可刚刚边关来报，北戎铁骑已经打入关了。北戎的10万铁骑已经连破大前3座城池，照这势头，不出3日，他们的马蹄就能踏进宫门。1天之内竟丢了3座，北戎铁骑素来凶残，所到之处烧杀抢掠，寸草不生。一旦兵临城下，如何是好？公主殿下，大前在你手中只会面临亡国。今日你必须以大局为重，即刻让出皇权。由老臣执掌朝政，统筹抗敌。臣附议，请公主即刻禅位，再迟疑，大前就真的亡了。波斯那边，老臣已经谈好了，只要公主退位，波斯将会遣兵入大前，抵御北戎。什么？让波斯兵入驻大前，岂不是丧失主权，彻底沦为附属国？公主殿下，沦为附属国总比亡国好吧？就算公主不为宫里的百官着想，也要为大前的百姓着想。
臣附议，大前附属波斯。臣也附议。本宫绝不会同意。只要穆王府兵一到，北戎铁骑不足为惧。那敢问公主，穆王兵符何在？在路上。那就是没有。老臣请公主立刻让出皇位。谁说公主没有兵符的？苏文，这是朝堂重地，休得胡闹。来得正好，一日之期已到，你这欺君罔上的驸马也该人头落地了。今日谁的人头落地，还未可知。你要的兵符，我已经带来了。苏文，别再开这种玩笑了。我拿不到兵符，最多是失去政权，而你可是要掉脑袋的。赶紧趁机跑吧。用不着跑，穆王已经把兵符给我了。兵符，这是真的？不信你可以自己看，里面还有20万穆王府兵的血诏书，誓死效忠大前。是穆王的亲笔，大前有救了。这不可能！丞相，你疯了！公主尚且见不到穆王的面，他一个小小驸马，怎么可能拿到穆王的血诏书？这分明就是你伪造的！这兵符也是假的！守卫兵，把驸马拿下！我看谁敢！穆王我已经叫来了，兵符是真是假，自然分晓。痴人说梦！穆王何等身份，岂容你一个小小驸马能随意传唤？伪造兵符乃是株连九族的死罪。今日我便替穆王将这欺君贼子就地正法。穆王到！参见穆王。穆王您来的正好，老夫抓拿了一个伪造兵符的贼徒，正准备就地正法。伪造兵符？正是。此人正是当今的驸马苏文。你说他？穆王息怒，老夫这就将此人头颅砍下，送到穆王府上谢罪。请穆王开恩，驸马他也是心急护我大前，并非有意伪造兵符，还请穆王看在先皇与您的交情上，饶他一命。公主殿下，伪造兵符乃是株连九族的死罪，您怎能如此包庇逆贼？这般不分黑白，日后如何让百官、让百姓信服？完了，穆王动怒了。苏文，这下看你怎么死！苏兄，你别听他的，我给你的可是真兵符啊！你看，这可是赤金打造，半点不假。穆王怎么对苏文这么毕恭毕敬？穆王，这兵符是苏文伪造的，不可能是真的！这个老壁灯，闭嘴吧！这兵符就是真的，本王亲自送到他手中，岂能有假？新瑶，穆王20万府兵，现在就交到你手里。丞相，你输了，把内阁钥匙交出来吧。哼！别以为有了兵权就能坐稳这皇位。2日后，波斯国女王来访，要与我大前交流武艺。若是届时失了国体，丢了颜面，老臣必联合百官弹劾殿下。你老贼居然耍赖！怪我太晚看清丞相老贼的狼子野心，如今百官大多倒向丞相，我这执政公主之位已经是有名无实的空架子。若是我帮公主解决波斯比武的事，就能夺回政权，顺理成章拿回内阁，就能找到恩公被害的证据。公主请放心，苏某会帮你拿回政权。苏文应该没这么大本事，兵符也只是穆王看在玉玺的份上才送的。你呀，安安分分当好你的驸马就好。北戎那边有穆王的20万府兵顶着，一时半会儿翻不起风浪。可波斯那边怕是没那么好对付。波斯女王名义上是来交流武艺，实则是来试探我大前的虚实。若是比武输了，他们定会以此为借口，趁机插手北戎与大前的战事，到时候大前腹背受敌。
波斯女王前来觐见。阿纳尔今日来给大钱送帖，送帖，头发居然是卷的。波斯的女子果然别有一番风情，看来大钱开疆拓土，事不宜迟。早就听闻大钱驸马身手不凡，连北戎王子囚突都败在你手下。这事儿如今在使团里都传遍了，所以阿纳尔今日特意前来，奉上比武请帖，恳请公主恩准，让驸马切实登台切磋，也好让我波斯使团一睹驸马的风采。点我？公主殿下，这可是波斯国的小小请求，您千万别拒绝。他们波斯是不是点我了？波斯武者多出自西域门派，招式阴狠毒辣，还惯会用些旁门左道的手段。这比武交流稍有不慎，怕是连性命都要搭进去。公主放心，武艺交流之事，本王愿意登台。虽然我不是什么武林高手，但八品实力还是有的，应付几个波斯人绰绰有余。那真是太好了，新瑶代表大钱谢过穆王。公主不必多礼。但这次波斯点名要苏文上，可惜他没有习武天赋，这可怎么办好？实在不行，本王输送2成功力给苏兄。这怎么可以？苏文只是一个小小驸马，怎敢耗费穆王的功力？万万使不得！公主此言差矣，苏兄不只是驸马，还是我穆某的大哥，甚至还是未来的亲家。亲家？没什么，他昨天喝大酒了，说胡话呢。苏兄，比武的事莫慌，等我酒气散了，我再传功给你。快走吧，快走吧。公主，你看我身体已无大碍，洞房的诺言是不是该兑现了？果然是书生本色，满脑子就惦记着这些。堂堂大钱公主，不会说话不算话吗？你去床上等着，我换身衣服就来。哟，洞房，洞房！来了，怎么还换风格了呢？娘子你真调皮，不过我好喜欢。娘子，赶紧的，先亲一个。那夫君也亲回娘子一个吧。北戎王妃，张凯真是废物！大钱皇宫的守卫如同反射，什么人都能潜入。苏大人不必惊慌，小女不是来刺杀，而是来兑现赔罪之恩的。你别过来，你可是有丈夫，我也是有妻子。你有妻子，我有丈夫，这不是更刺激吗？简直不知廉耻！你们北戎之人，难道就没有半点道德底线吗？苏大人，我都打听过了，你只是个工具驸马，我也是个工具王妃，咱俩都是有名无实的人，就算睡一起了，也不算不道德。我很爱我的娘子，我不会背叛她的。别装了，苏大人，哪有男人不偷吃的？再说了，在你们大钱，男人3妻4妾不很正常吗？大不了他做大，我做小。苏文，你在干嘛？真是扫兴，就差一点了。苏大人，今天怕是陪不成了，我们改日再去。说，为什么房间里会有别的女人？她是北戎派来的刺客。你当我傻呀？你们都快亲上了，还刺客？那是美人计呀！哼，你去哪儿啊？说好的洞房呢？洞房？你找别的女人洞去吧！北戎人，你坏我洞房，我饶不了你！真不用。苏兄，你就别跟老弟客气了。真是暴殄天物，穆王的内力何等珍贵，给这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简直是糟蹋了。万一待会儿比武出了什么岔子，这书生就是第一罪人。苏兄，你身子底子弱，我不敢多传，只给了你2成功力，虽不足以碾压对手，但自保已是绰绰有余。老穆，这份账我苏某记下。这是你第一次登台比武，要多加小心。要是打不过了，立马认输，老弟会立刻出手阻止。
司使团到。终于来了。听闻大前乃人人习武，是个尚武之国，连天下第一的剑仙都出自大前。今日难得丞相牵线比武交流，真是波斯荣幸。比武会友乃是增进两国情谊的美事，波斯使团远道而来，得让我大前百官瞧瞧西域武学的风采。待会儿比武可要全力以赴啊！说吧，你们这次想怎么比？简单，我们比3局，分别是内力、兵器、功法。按你们大前的规矩，3局2胜，谁先拿下2局，即为这次比武的胜者。波斯使团可是慕驸马之名而来，驸马还不快登台应战？驸马请吧。驸马身手卓绝，若是第1局便上，传出去反倒显得我大前以强凌弱，欺负远道而来的客人。希望穆王能先赢2局，那就没所谓的事儿。我先上。你们想先比什么？第1局比内力，双方以内力接触，哪一方的人能战到最后，则哪一方先胜1局。我来会你，请。速战速决吧。那我来会会你。这些波斯武者的武道水准不算高，大多只有5品左右。穆王本身有8品实力，就算传了2成功力给苏文，应付他们应该还是没有问题。请吧。真是承让了。大前内力武学已有数百年根基，这一局大前没法给你们留颜面。毒气功，穆王，你没事吧？感觉有一个奇怪的气息在体内乱窜，一用内力就像走火入魔。你们波斯武者太卑鄙了，比内力居然用毒气功！公主殿下，规则可没说比内力不能用毒啊。我来会会你。穆王，比武不要停，继续上人。公主，若是对面用毒气功，我们这局继续上去只会白送，不如先让一局，到了比兵器，让卑职来扳回一城。果然被我说中了。穆王要是没有给你传了2成功力，他根本就不会输。你这个弱不禁风的驸马就是拖油瓶，只会丢大前脸面。没人上了吗？那这一局则是波斯国胜。好，你们可是大前的臣子，居然为他国鼓掌。公主殿下，比武会友本就是以武论英雄，谁技高一筹，为谁鼓掌，有何不妥？难道非要昧着良心偏袒不成？别废话了，赶紧第2局吧。第2局比兵器。扇子，你们波斯武者就没有正经武器吗？待会儿输的难看，可别怪我不顾及两国情面。放马过来吧！你们大前武者就这点本事？一个区区5品武者也敢小看我？我乃大前守卫军统领，武道早已达7品境界。今日便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大前真正的武功。为什么一击我就站不起来了？西域兵器形制特殊，招式诡谲，你们从未接触过，自然不知如何招架。这一局若是大前再输，此次比武的胜方便是我波斯了。怎么，驸马大人，你还没打算登台吗？这西域的兵器，本宫也想领教一下。能与大前的公主比试，真是小人的荣幸。真是恶心，表面文质彬彬，背地却修炼的是歪门邪道。少废话，出招吧！我输了。
么能使用暗器？我们这局比的是武器，暗器也是武器。你们波斯人不但邪修武功，作风更是卑鄙。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这世上只有赢的人才有资格说话。我们认输了，赶紧停手！喂，都说认输了，你们怎么不停下来？剩下的交给我。苏兄，你怎么上了？得了你的2成功力，要是不试试也太可惜。哎呀，苏兄，我给你的那点功力只够保命防身，哪够用来比武啊？那波斯武者阴险狡诈，你赶紧下来。苏文，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，就别在这里逞强了。你还以为能像对付北戎囚徒一样走运吗？在下不善刀剑，待会儿比武还可要请高抬贵手，手下留情。这怎么成？驸马爷可是连北戎王子都能打赢的高手，我若不尽全力，怕是会死在你手里。可恶！原来他们早就知道苏文不会武功，一定是丞相老贼把苏文的底细泄露给了波斯人，故意设下这个局，想要借机杀了他。苏兄小心啊！什么？苏兄，你的剑法竟如此了得！苏兄，你居然还会功法！苏兄，你的内力怎么还能化形呢？认输，我认输了，别杀我，别杀我！不，他们要毒气功。说好的比武器，你们怎么用上内力了？赶紧让你的人住手！哼哼，苏文吸收了西域的毒气功，这次谁也救不了你。完了，必须马上阻止他输送毒内力。苏兄一旦吸纳过多，不仅会走火入魔，很可能当场暴毙。给我把手拿开！不是我不想把手拿开，而是我的手被吸住了，根本抽不回来。什么？这苏文竟然把毒气功转化成自己的功力！多谢大前公主出手相助，不然我这20年的功力都要被吸干了。吸干？感谢波斯武者手下留情，让苏某险胜。波斯使团这第2局比试还有人上吗？若是无人，那这一局便是我大前胜。丞相老儿，鼓掌呀！刚刚你们不是说比武会友，哪边赢了就为哪边鼓掌吗？怎么大前赢了，您不鼓掌？闹剧该结束了。蛤蟆功，莫非是西域第一欧丽豪？第3局比功法，我们波斯派出的是西域第1人西毒欧丽豪。什么？居然是4大绝世高手之一的欧丽豪！他的绝世神功蛤蟆功可是在西域打遍无敌手。这是大前与波斯的比武交流，你们竟然请外援参战，吃相也太难看了。你们大前不是有剑仙吗？你可以请他过来，我们波斯使团不介意。你要是这么说，我可就真来了。一般人见到我，要么直接投降，要么吓得屁滚尿流。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，居然还敢应战，不怕死吗？在下自然怕死，但这只是比武会友。苏某建议点到为止，这样对大家都好。第3局我们不比了，我们认输。你干嘛？这局不比我们就输了。输了也比送命强，对面可是西域第1人，我们这里没人是他的对手，上去也是白白送死。上了擂台就得打，波斯使团千里迢迢而来，诚意满满。驸马大人怎好扫了人家的兴？只要上了擂台，你只能被抬下去。那我跟你打！我也来。
我也来。怎么，你们大钱想要4打1，还讲不讲江湖规矩了？对付你们这种卑鄙小人，不需要讲什么江湖规矩。其中要害了好可怕的功法，只是碰到都中毒。既然都上台了，就把你们的命留下吧。他要用蛤蟆功，你们先下去，我来应付。你先下去，这里我来应付。什么啊！赶紧下去！这蛤蟆功我们有5道功底，你想能挡？你碰一下就会死。你们都死吧！驸马爷，别藏着掖着了，再不拿出真功夫，你的人可就全死光了。够了，苏文他根本不会武功，你们别再逼他了。管你会不会武功，反正在场的人都得死。既然你们这么想死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这是什么？也让你们波斯看看大钱的绝世功法。西域第一人怎么输了？刚刚是我眼花了吧？好像看见一个巨大的虚像。这是什么功法？你想学啊？我教你。我可是堂堂西域第一人，你一个书生居然妄言教我！想学大钱功法，那你之前的歪门邪道就别练了，毕竟对身体也不好。我帮你废了吧。苏文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废了西域第一人的筋骨！不想学啊？那算了。3局2胜，这次比武会友，我们大钱赢了。要没什么别的事，你们就赶紧回波斯吧。今日之日，我阿纳尔记下了。苏文，来日方长，我们还会见面的。你们要是有不服的，也可以上台切磋。服了，服了就好。以后你们乖乖辅佐公主，为大钱效力。若是敢有二心，下场就和刚才的波斯人一样。臣等定当忠心耿耿，效忠大钱，效忠公主殿下。你们，丞相，你大势已去，把内阁钥匙交出来吧。王新瑶，就算让你重新掌控内阁又如何？如今的大钱早就成了个烂摊子，国库不仅空空如也，还亏空了3000万两白银的窟窿。我倒要看看大钱在你手里几十万。国库居然亏空了3000万，那岂不是连抵御北戎铁骑的军饷都发不出来？不就是3000万白银，我有。苏文，这个时候就别逞口舌之快了，让我相信你有3000万白银，还不如让我相信你是剑仙。你个书生，知道3000万白银是什么概念吗？大钱一年国库流水也不过1000万，你居然说你能拿出来？苏兄，穆王府向来不设公务，没什么额外收入，这次怕是真帮不上你了。你们都不信我？好，我还以为你要掏出什么天价银票，原来是一张白纸。你拿这几个字去找到沈3万，让他给你换3000万两白银。沈3万？你说的是那个富可敌国、掌控江南半数盐铁生意的沈员外？一个字换1000万两，你真当自己一字万金啊？幸好你提醒，
北戎铁骑不好对付，应该换多些钱当军饷。还债来吧，4个字，换4000万。赶紧去吧，我不会骗你。不是我不想相信你，而是这也太扯了吧。公主殿下，你放心去换钱吧。苏兄的能耐可不是我们能想象的。行吧，今日比武辛苦大家了，都先回去休息吧。是。终于拿到了出卖恩公的那个细作，马上就能揪出来了。公主，您不会真信了驸马爷的话吧？就凭那几个字，真能换得几千万两白银？如今军饷告急，只能死马当活马医。此次微服出巡，就是不想让外人知道皇家沦落到要向商户讨钱的地步。待会儿见到沈员外，你切记改口。是，小姐。站住！你们是什么人？来沈府作甚？我们有事要见一下你家老爷，麻烦带路。你知道我家老爷是谁吗？就带路。我家老爷可是大前首富沈三万，家产比国库还多。岂是你们这些阿猫阿狗想见就见？那你又知道我家小姐是谁吗？我家小姐可是皇家的人，你们敢这般无礼？哼，什么皇家这那的，就算你是皇帝也没用，赶紧滚！一个小小家丁，居然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，赶紧放了我，不然我家老爷不会饶了你们！何人在沈府闹事？我们是来找沈员外的，有要事商榷。我家老爷日理万机，可没空见闲杂人等，你们请回吧。我这里有一张字条，你只需交给沈老爷过目，他自然会出来见我。字条，落款人是苏文。没想到字条真的有用，这苏文也不是一无是处。这字条正是苏文写下的，他说沈老爷看到这几个字就会换出银两。就凭这几个破字想换钱，我看你们是想钱想疯了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我家老爷可是大前首富，怎么可能会欠别人的债？你真当我是傻子？来人，你们不仅敢来沈府骗钱，还打伤我家下人。今日若是不替老爷教训你们一顿，我沈府的颜面何在？给我上，把他们打趴在地！早就说了，驸马随手写的几个字怎么可能管用？还不如公主你直接亮身份好使。皇帝的令牌，莫非你是公主殿下？没错，见到公主殿下还不速速跪拜？草民沈三万，不知公主大驾有失远迎，还望公主恕罪。平身吧。此次本宫微服前来，是想向沈员外借3000万两白银，充作抵御北戎铁骑的军饷。公主殿下，并非草民不愿为国效力，实在是沈家如今也没钱了呀。对呀，近日沈府生意惨淡呐。你刚刚还说你家老爷日理万机，没3000万，那借个几百万应急也行。几百万也没有。如今大环境不好，草民实在是囊中羞涩，只能将这贴身佩戴的金链子奉上，尽些绵薄之力，还望公主不要嫌弃。罢了，就算沈员外真的欠了苏文的债，估计也还不上了。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吧。苏文，公主殿下留步，沈家有钱，有钱。沈员外不必勉强自己，本宫不会强人所难。有钱。公主殿下，草民真的有钱，赶紧让人把银子拿出来。好。刚刚本宫问你的时候，你不是说没钱吗？怎么？没想到驸马爷的话比公主和陛下的话还好使。苏兄开口要钱，我怎么敢不给啊？这里是5000万两银子，够吗？不够，我可以去别的钱庄再借。公主，这驸马爷到底什么来头？手握20万兵的穆王，与他称兄道弟，富可敌国的沈员外给他赶着送钱，那苏文就只会油嘴滑舌，根本没什么真本事。苏文，你到底还有多少底细？回宫后我要全揪出来。找到了，就是这封文书出卖了恩公的军情，让恩公遇难。只要把这个印记与朝中官员在册的印章逐一比对，就能锁定当年出卖恩公的细作。又是你，北戎王妃！
苏大人费尽周折潜入内阁，就是为了偷一个落款印记啊！赶紧把印记还我，我现在没心思跟你闹。想要，你自己来拿呗。把落款印记还我，不然我可杀了你。你要是杀了我，就一辈子都不知道大钱的细作是谁。你怎么知道我在找他？赶紧告诉我细作是谁！想要我说也不是不可以，只要你愿意跟我归顺北荣，作为交换，我就告诉你大钱的细作身份。原来你在这儿啊！今日无论如何都要把这苏文的底细摸清了。是时候为恩公的事做个了结了。公主殿下，苏某有一事相求，请允我辞去驸马一职，归乡隐居。什么？驸马当得好好的，怎么就要辞了呢？苏某本来就是替公主挡婚的，如今北荣危机已不足为患，苏某也该辞去驸马之位，去办一件很重要的事。是对待遇不满吗？我可以赏赐你金银珠宝，保你此生衣食无忧。不是钱的事，苏某乃读书人，视钱财如粪土。那我封你个高官，你能留下来吗？也不是权的事，苏某读书是为了明事理，不是为了做高官。那说好的洞房，你也不想兑现了吗？本宫向来言而有信，答应过的事就一定办到，不知你还想不想？既然公主盛情相邀，那苏某也不好推脱公主的好意。现在在内阁里，办公的地方也能办内事。刚刚你不是说要去办一件很重要的事吗？要不我等你回来？不必。其实那件重要的事也不差那一时半会，半炷香、一炷香的时间还是有的。那行吧。公主，你这是在干嘛？我听宫女说，那个之前这样有助加快节奏。不用了，我的节奏到了。等会儿，要不我们先喝杯酒？好啊。公主心跳为何如此的快？莫非公主还是黄花大闺女？才不是！本宫缺养的男宠都好几个，怎么可能是？公主，要不还是我来吧。要不我们还是回房间吧。等等，苏文，非得在桌上洞房吗？有刺客！外面全是射手，我们出不去了。出去，我们就要被火烧死。把衣服脱了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着洞房？中我一掌居然没事，你是武道大宗师？撤！别让他们跑了，把大乾宫都封锁了！刺客抓到了吗？张统领追去了，没留下太多信息，只知道是个大宗师级别的高手。何人如此大胆，居然敢入宫行刺？他们的目的
或许不是刺杀，而是毁灭证据。毁灭证据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这剑上的煤油味和之前藏书阁火灾现场留下的一模一样，我敢断定，这2次放火是同一伙人所为。可他为什么非要放火，还接连2次？凶手应该是想销毁某些证据，而这些证据一旦被人发现，就能证明他就是害死乔将军的细作。母后，你到底是谁？怎么会知道母后是被细作害死的？之前没跟你表明身份，是怕打草惊蛇。一旦让细作察觉我在追查当年的旧文档，必然会提前防备。我本想借着文状元的身份潜入藏书阁，不动声色地揪出细作，为乔将军报仇。可惜功亏一篑，还是被他发现了。你要为母后复仇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？当年乔将军曾有恩于剑仙，而我就是当年的。不好了，公主殿下，密探来报，丞相他叛变了。什么？你慢点说！丞相把大前祖传的人皇剑偷走，连夜叛逃出宫了。可恶！早知就在比武那会儿就该下手除了他。这个节骨眼上出头，会是做贼心虚。你是说放火之人就是这丞相老贼？我早对他有所怀疑，但北荣怎会与大前的丞相合作？因为丞相一直以来都是求和派。梅姨，你身子还没恢复，需卧床休息。这10几年来，丞相与乔将军在朝堂上明争暗斗了无数次，丞相始终主张对北荣求和，哪怕割地赔款也在所不惜。可乔将军性子刚烈，坚决不愿退让，执意挂帅出征守土，两人的积怨早已深重。这么一来，丞相老贼放火的动机就完全说得通了，因为他知道，一旦当年通敌的文档被查出，他的细作身份就瞒不住了。如今放火败露，更是连夜出逃。可恶的老贼！我母后在前线抗敌，他竟然在背地放暗箭。华春，密探查到老贼逃去哪儿了吗？回公主殿下，尚未确定，绝不能让这老贼逃出京城，否则再想抓回来就难如登天了。不急，等张统领把刺客带回，稍加逼问便知老贼下落。如今各处宫门已经封锁，刺客逃不掉的，应该很快就能抓到。张统领，刺客在哪儿？刺客消失了。什么？我们封锁了所有出口，除了陛下寝宫没去之外，我们把宫里每个房间都翻了个遍，一点线索都没有。这几个刺客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。凭空消失？这怎么可能？我可能知道那老贼去哪儿了。方才北荣王妃要用细作的信息与我交换，并约我再次见面。那还等什么？带我去！不行，那可是北荣在京城的一个窝点，里面有多少人根本不清楚，太危险了。那就更应该带我去啊！如果我不去，谁保护你？既然细作身份已经锁定，那我不装了，我并非什么文状元，而是天下第一的剑仙。我摊牌了。你是剑仙？公主殿下，苏文功力高深莫测，远在卑职之上。他说的或许是真的。就你这身板也敢说自己是剑仙？真当本宫这么好骗？信瑶，苏文，我知道穆王传了几成你功力，让你在波斯使团面前显摆了几成。可这功力毕竟不是你的，未必每次都能稳定发挥。公主殿下，卑职请命一同前去捉拿老贼。梅姨，我知道你想替母后报仇，但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把身子养好。殿下，这是命令。梅姨，你这是……如此关键时刻，卑职不能守护殿下，只好把功力全部传给殿下，祝殿下能突破武道大宗师。梅姨，张统领在。你率人严守大前宫，尤其是父皇的寝宫。父皇瘫痪在床，务必加倍警惕，防止刺客折返偷袭。华春，你安排一行侍卫暗中跟随接应。奴婢明白。走，苏文，我跟你一起去捉拿老贼。看来苏大人终究还是决定归降北荣了。放心，苏某来此不为杀人，只为要人。只要你们把害死乔将军的老贼交出来，苏某不会滥杀无辜。害死乔将军的老贼？苏大人，我实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还在装？那老贼已经叛变出逃，还带走了上古神剑。你们大前丢了东西，就来赖到我北荣头上，这话听着倒真让人分不清，究竟谁才是蛮不讲理的一方。苏文，北荣1万铁骑已前至城门外，今夜3更，
大前皇宫便会被踏平。与其做个亡国驸马，不如归顺北戎，当个建功之臣。这老贼竟然如此歹毒，与北戎里应外合，想置大前于死地。就1万铁骑，还不至于生死存亡。跟那书生废什么话？他要是不愿归降，那就杀了。北戎第一黑煞，怕了吧？黑煞可是能在剑仙手中走过3招的存在，武道更是大宗师里的巅峰。不会吧？能挨多少招也能拿来吓唬人吗？你懂什么？剑仙可是大宗师之外的存在，武道已经达到了最顶峰的陆地神仙，那是能单手屠城的存在。哦，在江湖上我都被吹成这般了吗？苏文虽然武道比不上4大绝世高手，但也绝不可轻敌小事。若让他先出手，胜算便只剩5成。5成？你们在想什么呢？我若先手，你们那1万铁骑还得倒欠我5000甲。还好本宫留了一手，早猜到北戎人没什么好屁。你这书生真是狡猾！本王好意劝降，你居然带兵设伏！这兵不是我带的。来人，带驸马离开。你确定？这屋里武道最高的可是我！赶紧走！对面可是北戎第一的黑煞，我现在半步大宗师，应该能拖延一些时间。武道境界越高，半品的差距便是天壤之别。先别管大前的公主了，快追那个书生！本王要将他碎尸万段，以解心头之恨。你们胡闹什么？我再不回去，公主就危险了！臭书生，你跑不掉了！我有北戎第一的黑煞坐镇，城外还有1万铁骑待命。今天只有一个下场，那就是死。既然你们这么上赶着死，那在下就成全你们吧。苏文，我的腿！一招杀2个9大宗师，这苏文难不成已是半步神仙？苏文，原来你一直装作文弱书生，实则武道早已半步神仙，真是卑鄙无耻！半步神仙，看来我刚才下手还是轻了，那这招我可用全力了。你别过来！大王，我用遁术带你走，你得抓紧我，2个人可能会慢些。2个人会慢些，那你就留下来断后，我先回铁骑营。大王，立刻攻城，给本王把大前宫踏平了！什么？搞定。发生什么了？进攻号角怎么突然中断？我只问一次，丞相老贼在哪？我只知道他是细作，但不知他的下落。今日是我们北戎输了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看来是真不知。莫非老贼投靠的不是北戎？你不杀我？在下又不是什么杀人成性的魔头，怎会随便杀人？感谢苏先生不杀之恩，小女愿永世效忠苏先生，任由差遣。你走吧，我不需要什么手下。不杀之恩，如烟不得不报。如烟姑娘言重了，我只是不杀你，谈不上恩情。莫非苏先生是嫌弃如烟的出身？在下怎么会是这么肤浅的人？如烟已被囚徒王子抛弃，北戎那边定然容不下我了。若先生不肯收留，如烟孤身一人在大前，唯有死路一条。只要先生愿收留如烟，如烟甘愿为先生做任何事情。真的什么都成。如烟姑娘身上确实有一样东西，是在下想要很久了。原来先生要那个，请先生放心，如烟虽然在北戎当了数年王妃，但那东西一直留着，没被他人用过。那太好了，我现在就要。
现在就要，可公主还在里面呢。那正好一起试试，不知3个人一起会怎样？先生想3个人一起，如烟2个人都没试过，3个人的话，如烟怕。怎么？不行吗？先生开口，如烟不敢不从。那来吧。遵命，先生。先生，请吧。那能放烟的珠子呢？藏在哪儿了？先生想要的是烟雾丸。那先生方才说3个一起。对啊，我看你好几次用这玩意儿轻松溜掉，实用性极强。在下也想讨一颗防身，想知道3个一起能不能遁走啊？刚刚是你说2个人会有些难，所以在下想试试3个。先生真是不懂风情。那在下就却之不恭了。休想伤我相公！公主戒下留人，如烟已经是苏某的手下，日后会为大钱办事。日后，你居然收了她？我收一个手下，有什么问题？她可是个女的。公主，莫不是吃醋了吧？我才没有。报，公主殿下，丞相老贼的下落已打探到。快说。据密探所报，老贼带着神剑投靠波斯女王，明天将在波斯府邸召开江湖英雄会。阿纳尔女王，这便是大钱的上古神剑人皇剑。真是好剑。谢女王夸奖，女王拥有此剑后，便能号令江湖，连当今的盟主都不得不听命于您。怎么拔不开？此剑威力巨大，就算毫无武道之人用此剑也能劈山断岳，故而先祖为神剑设下封印，唯有达到陆地神仙之境者，方能拔剑解封。陆地神仙，那岂不是只有剑仙才有这等本事？可我听闻剑仙早已云游，这世上岂不是再无人能拔此剑？那也未必，盟主已至半步神仙之境，假以时日，未必不能拔剑。今日盟主已携3大门派掌门登门听命，这大乾宫已是女王的囊中之物了。好，待我波斯拿下这大钱江山，你依旧是丞相。老臣谢阿纳尔女王恩赐。你这老贼，还有脸当丞相？老贼，你勾结北戎，害我母亲性命，今天必须治你的罪。老夫不知你们在说什么。你们大钱人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，竟敢擅闯我波斯使馆，还有没有王法？这是我们大钱的事，与波斯无关，人交出来，我立马就走。老夫如今已不是大钱人，而是入籍波斯，不受大钱王法管束。你这狗贼，不但卖国，连祖宗都背弃了。既然你们不肯交人，就别怪我们硬抢了。神剑在我手上，3大门派即将集结于此，你真要在这里动手，与整个江湖为敌？3大门派是有点东西，但不多。何人口出狂言，竟连3大门派都不放在眼里？刚才是谁说3大门派有点东西，但不多？3大门派居然真的来了，这下麻烦了。是在下说的。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，居然如此狂妄，莫非是想领教本门功法？苏文，这里随便一个都是大宗师，要是真动起手来，我可保不住你。苏先生，我的遁术至多能带2人脱身，还是谨言慎行为好。在下并没有领教的想法，毕竟浪得虚名的门派不值得在下出手。你看着我干嘛？你是觉得我们门派浪得虚名？哎，这位掌门千万别误会，在下不是针对你，而是在座各位都不值得在下出手。这书生太狂妄了，还跟他废什么话？让他见识一下3大门派的厉害。苏文，你真会给本宫惹事。3大掌门可都是大宗师巅峰，苏文今日可不是靠运气就能对付得了。糟了，要顶不住了。我居然能与3大掌门抗衡了，看来我也踏入大宗师之列了。3大掌门也不过如此，看来所谓大门派多半是浪得虚名。怎么会这样？
三大掌门居然败下阵来！我们只是看你们是晚辈，所以留了力，才被你们险胜一招。既如此，那就再比一次。这次你们可别留力了。各位掌门不必留情，他们都是朝廷的走狗，杀了就是替天下人除害。那可不成，就算我们赢了，传出去也只会说我们3个掌门欺负晚辈。对，有种你等盟主来，等盟主到来发动英雄令，到时江湖英雄齐聚，横扫京城。你们盟主想发动英雄令，还得看我脸色。笑话，盟主可是半步神仙，需要看你脸色。当今能给盟主脸色的人，只有那位到达陆地神仙的剑仙。没错，在下正是剑仙。要盟主见到我的玉佩，便会乖乖下跪。苏文，你说话有什么用？他们可是大宗师，唬不住他们的。对啊，苏先生，这次敌众我寡，如言建议还是回去从长计议吧。你们当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。行，我就在这儿等他。苏文，苏先生，盟主到。拜见盟主。这就是半步神仙吗？隔着数米也能感受到恐怖如斯的气息。此次盟主愿意出山讨伐朝廷，真是大前子民的福气。如今朝廷腐败不堪，贪功北伐，全然不顾百姓死活。老夫恳请盟主发动英雄令，请盟主发动英雄令，推翻朝廷。叛国老贼，你休在这里恶人先告状。这些年是你在舞弊朝廷，腐败皆是因你而起。若真要讨伐，第一个就该讨伐你这个狗贼！盟主明鉴，老夫就是看不惯朝廷的所作所为，隐忍负重将神剑带出宫。老夫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天下的百姓。你分明是在颠倒黑白。请盟主替天行道，处决这帮乱臣贼子，尤其是那个书生油嘴滑舌，祸乱人间。请诸位放心，本座会给天下人一个交代。本座处事向来讲究公道，给你们3人先出招机会，本座再还一招。你们若是还能活着，本座便饶你们。半步神仙一招，怎么可能还活着？看来盟主是一丝生机都不给了。你确定要我先出招吗？玉佩，晚辈王先知见过剑仙大人。我没看错吧？堂堂半步神仙的盟主，竟然给苏文下跪！盟主，你跪他作甚？他就是个文弱书生，怎么可能是剑仙呢？剑仙委任我执掌江湖时，随身携带的正是那玉佩，我绝不会记错。这文弱书生居然是剑仙，真是人不可貌相。盟主明察，玉佩定是这小子造假仿冒的。敢问盟主，您可曾见过剑仙的真正容貌？剑仙向来以斗笠掩面示人，本座确实没见过真容。哎呀，盟主，你这是被这狡猾的书生骗了，他已经不是一次靠这招吓唬人了。可本座能感觉到他的功力非凡，绝非一个书生所能有。他的功力都是穆王传的，盟主别被他唬住了。没错，上次2国比武交流时，穆王当众传他功力，我们都可作证。好，你对我有所质疑，大可比试比试。盟主跟他比，只要盟主出手，这书生立马就会露出毛脚。放肆！他要是真的剑仙，那我可活不了了。我有一计，能验证他是不是剑仙。这柄人皇剑，唯有武道达到陆地神仙之境者，方能拔出。若他真是剑仙，想必一定能拔出此剑。苏文，你敢拔剑吗？糟了，一旦拔剑，苏文就要露馅。对呀，只要让他拔剑，就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剑仙。怎么不敢？我为什么要拔剑自招？这事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。那行，我们可以对赌一把。若你能拔出神剑，那神剑就归还给你；若拔不出，我要你苏文在波斯给我当狗。我就不用你当狗了，养狗我没兴趣，倒是波斯女仆，倒是还没试。大胆苏文，居然想让卑撒女王给你当女仆！是你们要打赌的，
既然赌不起，那就算了。这书生太会吓唬人，若不能证明他是假剑仙，在场人都不敢对他动手。好，反正你拔不出这剑，结果只会是你输。好。完了，要露馅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他拔不出剑，老夫就说这书生在吓唬大家吧。苏文，你输了。大胆书生，居然敢冒充剑仙戏耍本座！今日，本座便先斩了你书生！苏文，小心！什么？神剑居然自动出鞘，保护那书生！这是神剑认主的征兆。拜见剑仙大人，任由剑仙大人差遣。什么？苏文真是剑仙？如今大敌当前，武林跟朝廷更应团结一致，只有诸位同心协力，天下才能太平。谨遵剑仙大人教诲，各司其职去吧。剑我拔出来了，现在你应该叫我什么？主人。哎，乖。剑仙大人饶命！是小人有眼无珠，求大人饶小人一条狗命啊！你这卖国细作，不但通敌北戎，还害死乔将军，还想活命？细作我承认，但乔将军真不是我害死的。你这老贼死到临头还不承认？我真没有啊！设局害死乔将军的人其实是……可恶，便宜这老贼了！哼，这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如今细作已除，苏先生为何还忧心忡忡？没，我只是还有些事没想明白。苏文，如今母后大仇得报，你我也是时候履行之前的承诺了。承诺？什么承诺？自然是洞房花烛的承诺。主人要洞房，女仆怎能不随侍在侧？心瑶，你其实不用勉强自己，洞不洞房，在下并不在意。这次并非勉强，是我心甘情愿的。一来，多谢你帮我铲除奸贼，为母后雪恨；二来，我万万没想到你竟真的是传说中的剑仙。剑仙只是我其中微不足道的一面，其实我还有其他更优秀的一面，你还没见过。你哪一面我还没见过？下面。咦，油嘴滑舌！你先去房中等我，我要把今天的喜讯告知父皇。苏先生，这两支剑有什么好看的呢？这杀死老贼的暗箭和内阁那晚放火的箭是出自同一人之手。如果真是同一人，那么内阁的刺客就不可能是老贼安排的。糟了，出卖乔将军的元凶另有其人。父皇，女儿今日来是要跟您说个天大的喜讯，母后的仇终于报了。那通敌叛国的丞相老贼已经被我们处置了。这次能除掉老贼，全靠苏温帮忙。他不仅智谋过人，还能号令群雄，是个值得托付的人。女儿打算将来把皇位传给他，让他来打理大前的江山。父皇，你的瘫痪
好了，你父皇根本就没瘫痪，这些年一直是装的。父皇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朕装了10几年都没被发现，你又是怎么知道的？一个瘫痪之人，床边怎会常备一双鞋？朕布下这么完美的一盘棋，竟栽在了一双鞋子。好，朕不装了。星耀小心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父皇就是害死乔将军的背后主谋。父皇怎么可能是背后主谋？你还记得内阁放火的刺客吗？记得，当时张统领封锁了所有出口，但一个刺客都找不到，就像消失了一样。他们根本没有消失，而是躲到了你父皇的寝宫，而其中一位刺客正是你的父皇。不错。什么？当时我们没有猜错，2次放火确实是同一拨人，但我们猜错了放火的主谋。想要销毁文档的不是丞相老贼，而是他。而射死丞相的暗箭也是你父皇所射，为的就是杀人灭口。父皇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母后待你一片真心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她？要怪就怪你娘功高盖主，这些年她手握兵权，威望甚至压过朕。朕若是不设计除了她，那大钱都要姓乔了。本来朕在闭关期间指望丞相牵制住你，但没想到这老东西这么不中用，连一个书生都解决不了，害朕不得不提前出关，亲自收拾残局。什么？丞相的所作所为都是你默许的？你有把我当你的女儿吗？在权力面前，亲情一文不值。既然你们知道了朕的秘密，那就去死吧！苏文，朕闭关10载，习练100余名大宗师的功力，这一掌，就算你是陆地神仙也得死。谁说我现在只是陆地神仙？这怎么可能？你竟毫发无伤！父皇，你收手吧，再这般执迷不悟，会遭天谴的。苏文，你没事吧？天谴！神剑在朕手中，朕就是天！去死吧！真有天谴啊！看来老天从不放过任何一个作恶多端的人。乔将军的在天之灵也终于可以安息了。你没事吧？还好我平时习惯放右边，应该还能动法。都这时候了还没个正形，你还行吗？应该还行。要是你不放心的话，我可以让如烟和阿纳尔来帮忙。主人，你要是敢让他们一起，你就完蛋了。